欢迎两位哈。听说你们俩是因为吵架认识的是吧？对。在哪儿吵啊？我们俩是在贴吧上认识的，当时吵得可厉害了，然后。为谁而吵啊？因为网上一些事情就跟他吵起来了。哦，你们俩怎么好上的呢？我们俩吵架吗？但是后面发现就是很多兴趣爱好都相同，然后主要是我们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。怎么发现的呢？就后边他追我的时候就会说嘛。他怎么追的你呢？这不还在那儿吵架呢吗？怎么转下来的？当时就是一个见色起意呗。他当时就觉得我漂亮，然后就开始追我。贴吧里面不是打字的吗？私下来就加的联系方式。就是先吵架。吵完之后说我们加个微信吧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当时我们吵的时候嘛，就是觉得就那种场合人家就吵得不过瘾，而且容易就是封号。我俩就说，要不然咱们就私下来吵嘛，就。哦，还没吵够。哎，结果一加微信，准备去吵架的，发现是一美女，就追人家了。就发现是个美女，就不好意思了嘛。那就是见色起意了，这个词儿用得很准，然后就谈恋爱了是吧？对，就在一起了。那不是挺好吗？这也算一段传奇吗？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骂了你一句，我们俩就好了。怎么了？现在？现在就觉得他没有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了。这肯定是这样的，姑娘。但是他就我完全能感觉到他完全就不关心我，就不爱我了。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同意在一起嘛，就异地嘛。然后他是在安徽那边上学，我在成都这边上班。当时就已经爱得不行了。他毕业了嘛，然后我就想跟他结婚。然后我跟我爸说了，我爸也是给我准备了一套房子。就是他完全就是可以拎包入住到我们家，他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都没关系的，但是他呢就是不愿意跟我结婚。在哪儿准备的房啊？就是在成都。在成都准备的房，你今年毕业了？啊，我是去年毕业的。您在哪儿工作呢？我现在呢是在成都工作，我妈就一直跟我说的是就是结婚什么的都不着急，而且主持人他就听他妈的，他妈说啥他都听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。他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跟我结婚，还不是因为他妈。那我不听我妈的，我听谁？他就觉得我就听我妈的话就不对。你能不能就是有时候你能听听我的话吗？我说啥就是他完全就不会按照我的说的来做。不是你着什么急啊？非要结婚啊？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，我就是想进一步发展嘛。他听他妈的，他妈不同意，因为他有个哥哥，他跟他哥哥是同母异父，就是他爸离开了他们的家庭，就是走了嘛。后面就他妈就对他特不好，就是把那个气撒他身上，对他哥特别好，就跟他说你哥没结婚，你就不能比你哥先结婚。那他哥比他大7岁呢，而且他现在又没有女朋友，那我不着急嘛。你今天是来逼婚的对不对？我就是想让他做个选择，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？要不要结？结肯定要结，但不是现在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现在，别着急呀，你这。你们那房子都装修好了？基本上装修是装修好了，但是主持人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就有一次我让他跟我去选家具啊，然后他呢也不同意，还说不敢负那个责任。那行，我说那你去接接我爸总行了吧？我爸又不吃人，然后他也是不敢去，也说不敢负那个责任。那本来就是啊，那你说我妈现在都没同意咱俩的事儿，你说我要去跟你做这些事儿了，那不仅是对你不负责任，也对你爸也不负责任，对双方都不负责任。这小伙子说的没毛病啊。当时也挺气的，我就觉得我说什么他都不听，然后我就让他回家偷户口本去，然后让他跟我去民政局登记。这个肯定不会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这违背原则的事嘛。我本来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妈本来就没同意，那我这么做不就大逆不道了吗？我就。那我都可以，就是我为了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都可以跟我爸闹翻，为什么你不行呢？那我妈是我妈，你爸又不是我爸。那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？我妈重要啊。哎，你爹不都给你准备了房子又装修，你怎么还跟你爹闹翻了呢，孩子？我不是，我只是说我可以做我爸的主，然后他是没办法做他妈的主的。哎呀，那可咋办呢？这个事儿啊，再了解了解不行吗？人反正都到了成都了嘛，他还能往哪儿跑啊？对啊，主任，我之前我来成都，我还是骗我妈的呢。我骗我妈，我说我到成都找工作了，因为我妈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，我妈就不同意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我实际上我就到成都跟他一块儿了。他之前就是什么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我说啥他也不听。就我不是我特别喜欢就是自拍嘛。
就有一次，我就拿着我的手机，我说你看，我说我像不像个花瓶，就拍的可好看了那照片。然后他说我不觉得你像个花瓶，我觉得你像个花盆，说我像个花盆。那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我就仙气飘飘的，然后现在就是那不是花盆就土气飘飘了吗？那主持人您说这情侣之间开个玩笑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？那情侣之间没有这些玩笑，那肯定少了很多乐趣呀。那你不之前也是老是说我的脑袋长得像痰盂似的，我也没说啥呀。主持人他就是在狡辩，他就是找借口。他除了跟你他说是开玩笑，你觉得是羞辱你之外，他还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？还有啊，前段时间看他那个手机，他穿的那些穿皮衣皮裤的小姐姐，大长腿，那我这个个儿也驾驭不了啊。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的，我就喜欢你就矮矮小小的，那我本来就是喜欢你这样的。那你怎么不说我刷的那些都是些啥呀？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好机车嘛，我主要就是看那车漂亮。那你的那个屏幕呢？那别的男朋友都是设置了自己女朋友的照片，你的还是别的女人。我那屏保那也是因为就是那车漂亮我才设置的，我就觉得那美观呢。那但是人家那女的我也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人叫啥名字呀。那你单独弄一机车的不就行吗？那机车那不好看呢，它没有那感觉。那你弄一机车让你女朋友拍不就行了吗？你也傻，他就是嫌弃我穿。你把那屏保拿下来，你自己把自己 P 上去，然后再给他投上去，不就行了吗？可是那也不是我呀，他就是不喜欢我了，就是不爱我了。那他就是我们之前路过一个那个药店，你知道吗？就外面就是有个体重秤，他非让我去称体重，我都跟他说了我不想去称，然后他就直接这样，他个儿大，然后力气也大，然后直接这样帮我夹着。当时好多人看着我们，就以为我被绑架了。他还把我抠疼了，他自己不知道，还在那儿弄。最后称没称啊？我没有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重，他凭什么知道？那我跟你在一块儿那么久了，我就想知道，我就好奇怎么了？你好奇啥？我就想好奇一下，他就多少公斤级的？那他也知道我是多少公斤级的呀？不是，你又不跟他打架，你要整多少公斤级的干啥呀？男女朋友之间在一块儿那么久，我就是好奇嘛。那我不知道，我凭什么让你知道？后来还是没称是吧？没有，我觉得。我多爱他嘛，我就是把所有的都给他啊！我就不是知道他特别喜欢机车嘛，然后他之前他哥也是给他买了辆摩托车，然后后面就是因为骑摩托车给摔了嘛，他妈就把那个摩托车给没收了，可能就是心心念念的一直念及到那个车，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。买一辆什么样的摩托车？买了一个400cc 的。哎呀，他对我好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我只有一亲妈，我只能听我妈的。不，那摩托车呢？他骑了吗？他骑了，我就是也想着嘛，就是我平时休假呀、放假这些，他能带我出去兜风什么的。对。但是他就没有，然后我就当时给他买摩托车，也给他提了一个小要求，我就想让你陪着我，我就让他把那个酒店的工作给辞了，就让他跟着我做化妆助理。他也是各种不情愿。对于我来说，化妆就是女孩子做的事儿，那就不适合男人干。那你辞职了吗？我辞了。那你别辞啊！那我没办法，他逼迫我呀。喜欢他？喜欢呢。想娶她吗？想。娶了吧？不还没到时间吗？啥时候时间到？等我给我妈思想工作做通了再说吧。你妈不喜欢？你看到没有？你妈不喜欢他，不想让你娶她，是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他跟我一样，都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啊。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我们那边吧，就有一个就是习俗，就是我兄长没结婚，就作为弟的你就不能比哥哥先结。理解了。我接着问问啊，他这个也挺听你话的，你看人把工作也辞了嘛。但是我让他做什么，他还是不配合啊。反正就是他有的时候给别的男孩子化妆的时候吧，他就跟别人凑得特别近，然后我就坐在旁边，就感觉他俩就在那儿就是现场给我直播的秀恩爱似的，我就特别别扭。理解。那我后边不是也那个体谅了吗？我就改了一下行，我就带着他直播化妆，然后我就让他做我一个人的男模特儿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啊。我给他修眉毛，他都不愿意。你看你现在给我眉毛弄啥样，男不男女不女的。那我妈她本来就不喜欢那男孩子化妆，你说这事儿你要整直播被我妈看到咋整？哎，除了这个工作上面你们俩也不和谐之外，生活里怎么样？生活后边就可能是我给他买了车就飘了呗。他飘了？对，就飘了，跟我抱怨，他说我给他的自由空间就不够，后边还骑着他的摩托车玩失踪。我那是玩失踪吗？
有的时候吧，就是我跟着那些摩友一块出去骑车玩，就因为我没接他电话，那你说我骑车的时候总不能就是把手机拿在手里吧，对吧？那肯定不安全呐。那段时间你甭给我打电话不就完了吗？我到点我自个儿就回来了呗。主持人他都能每天就是按时按点的给他妈打3个电话，为什么就不能接一下他是我的？我妈，你又不是我妈。他有时候真的说话好气人啊！他除了跟摩友骑车出去玩之外，平常都会陪你吧？不会啊，他也不带着我出去玩，经常玩10周。那与其这个样子，我就把他摩托车给卖了。您看主持人，他就是那种上一秒还给你特别大希望，然后后一秒就让你陷入绝望那种人。你说这种人得多残忍？谁让你平时出去玩不带着我的？我让你带着我是兜风去的，你那我自己不是为你都去玩了。安全着想吗？我让你飘，这次不飘了吧？这次老老实实回家了吧？不出去了吧？没有，就是他后边儿，就我把他摩托车卖了之后呢，他就跟他朋友天天就泡酒吧。我那满成都，不泡酒啊，我干嘛？那我满成都找你呢。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我在他楼下等了他整整1宿，他都没有回来。第2天带着别人女人的手机回来了，那我当时真的是好气啊，快气炸了，我就打了他一巴掌，结果他也推我了。是这个样子的，就当时嘛，因为朋友在一块儿在外边喝酒嘛，就在酒吧里边，因为喝多了嘛，桌上有啥就往自个儿兜里面揣。后边我跟他说了，我说这是我那一朋友他女朋友的手机，我就不小心拿错了而已。他等解释都没等我解释，上来就打我。您知道他因为那段时间就刚给车卖了嘛，您知道就打个比方来说，他有些小孩子喜欢某一个玩具，是然后您给他买了之后，他肯定特开心。等于他把你心爱的给你卖了嘛？对呀、然后我就去借酒消愁啊。听懂了吗？今天来干嘛，姑娘？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出了问题，就分手吧。可是我又不太想分手。分吧。不分。为啥不分？你都不在乎了，你还不跟人分手？不是不在乎，主任您知道这个爱好跟心爱的女人她不冲突啊。结婚？她就像是您这样逼迫我的，那你就答应不就得了吗？我没法答应啊。分手，分不了，这麻烦了。往前走吧，男生不愿意；往后退吧，女生还不愿意了。这可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吧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位男士啊，你的人生重要，还是这一个男人重要？我觉得他挺重要的。他挺重要的，但还是没有你的人生重要吧？其实你非常清楚，为什么我说这个男人不能嫁？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。他为了一辆摩托车能够辞去自己的工作，你觉得这个男人他有责任心和上进心吗？是我逼他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
你逼迫他，他就能那么听你的话？他是听你的话吗？他是太喜欢那辆摩托车了。你还看不明白啊？你觉得他有那么爱你吗？我这话说出来有点扎心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给到他的是什么？都是诱惑呀。他爱的是那些诱惑他的东西，不是你，姑娘。一个能够为了玩的这个东西去辞职的一个男人，他能撑得起你们的婚姻吗？所以我说这个男人不能嫁，就这一件事情一定不能嫁。然后再其次，按照你的理论来说啊，他一天给妈妈打3个电话，什么事儿都听妈妈的。你嫁到他们家跟他妈妈去争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争不过的，你一定会输的。你有什么资本跟人家妈妈去比呢？你今天来的目的不就是逼婚吗？逼婚不成就是让他改变吗？但我告诉你，这个男人没有那么爱你。你以为我给你创造所有好的条件，来吧来吧，跟我结婚吧。你太傻了，姑娘。你的人生当中除了爱这个男人没有别的事儿了吗？不是只有爱情和嫁人这件事儿吧？把心思放在其他的地方，多分散一下精力吧。谢谢。男生为什么你不跟他分开呢？我就挺喜欢他的呀，喜欢他什么？他对我挺好的。他给你买一件礼物，然后又那么残忍地把这件礼物摔碎。但是他之前就没有这个样子。那现在他就是这样，我问你，现在没有离开他是什么原因？想慢慢的改变一下吧，帮他。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特别的不健康，两个人都不健康。男生认为我和他在一起，我享受一些他给我的物质帮助，虽然我觉得有一点大男人不应该这样，但我还是乐得消受了。但实际背后没有情感的支撑，这些就都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。女生也一样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像在需要一件玩具一样的感觉，我一定要得到它，我用各种方法都要得到它，无论是我软磨硬泡，我撒泼耍赖，还是我千里追杀满城寻找，我费尽心机，我就是要得到它。至于得到它要干嘛呢？你完全在情感中是冲动型的，冲动的买个车，冲动的把它卖了，冲动的说你把户口本偷了咱俩结婚吧，哪天你就冲动的离了。20多岁，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找一个彼此相爱的人，你欣赏他的志气，你欣赏他的理想，多好呀！干嘛吊在这样一棵树上？你又干嘛沉沦在这样一段不健康的感情中，让自己七尺男儿显得这么难堪？好不好？都多尊重一下自己，就会好起来。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刘老师，我问一下这女孩一个问题啊，你是不是特别想跟他结婚？结了婚就有用吗？切莫草率啊。那我问一下男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做心理分析的，所以我会听到你们之间一些细节，就是女孩把她图片给你，她说花瓶，你说是花盆儿，是吧？你还有一次把她抱到体重秤上，想当众称她的体重，是吧？好玩吗？这真的好玩吗？弗洛伊德说过，人没有一句玩笑话，人的任何玩笑都有真实的成分，所以我认为你并没有那么认同和欣赏你选择的女朋友。你喜欢的是摩托车，而且你还喜欢骑着摩托车的那些女郎，但她给你买了摩托车呀，你不能拒绝她呀。所以女孩特别想跟你结婚，她想把你当作归宿，你只想把她当作过渡。女人就是特别傻，喜欢一个人就想跟他结婚，男人不那么喜欢也可以谈着。你刚才说妈妈不同意，你哥哥没结婚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借口。所以真的要考虑清楚，你们的原生家庭都是单亲的，所以你们在爱情的相处方式中会有一些单亲家庭的一些原始痕迹。比如说你跟他一谈恋爱就进入控制和被控制的母子纠缠，他变成你妈。然后女孩呢，我觉得你的父亲很宠爱你，因为单亲家庭是不是什么都给你买了，但是你缺一样，你缺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所以你一旦遇到喜欢的男孩，就立马想用结婚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，弥补你童年的缺憾。但是原生家庭给你们造成的那些遗憾，真的能用现在这种方式形式上弥补吗？婚姻它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，它并不是形式主义，也不是摁驴喝水。所以你们可以再去当做异性朋友去交往，但我真的不觉得这个时候是结婚的时候，好吗？我说完了。好，谢谢刘老师。姑娘，你们的感情里原本是没有经济纠葛的，
是你拿经济纠葛砸出了他内心的欲望。本来就是特别单纯的爱情，我爱他，我就想嫁给他。你还不如那会儿，你开开心心的，你就不告诉他有房子，不告诉他有车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跟他说，我就想嫁给你，你就娶我吧，我不要彩礼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们俩租房子去那个，可能不是今天这个结局。对生活负点责任，年轻人，拜托了，一起进入真情的生活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把你那个车卖了之后，你是真的觉得就是那个车比我重要是吗？我不是觉得车比你重要，我只是觉得你给了人希望，就不应该再让人陷入绝望。那我再问你个问题，就你现在到底还喜不喜欢我，还爱不爱我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请开门。这个结局特别好，小子。这个女孩曾经特别爱你，她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她把手里所有爱的底牌全部打光了，你没珍惜，挺好的，慢慢长大吧。谢谢你能来，请。